305年7月，司马越传习关中地区，号召大家起兵讨伐司马颙，把皇帝大人从匪帮头子司马颙手里解救出来。关中的司马颙这边，食人魔张方给出了一个建议，他说：我现在手里还有10万兵马，我带着皇帝回首都洛阳，您让司马颖再回到他的老巢邺城，这样一方面能堵住司马越的嘴，恢复到之前的格局，没有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口实；另一方面，让司马颖去对付山东的司马越，我去对付北境的王浚，这样两线出击，天下可一战而定。司马颙只是坏，但他不傻。张方嘴唇一碰，就要带走10万大军和王牌傻皇帝，还要把已经圈禁起来的成都王司马颖再放回去。你这是为了我好，还是想伏地仇心搞死我？于是司马颙拒绝了这个建议，派遣刘乔、贾节都督诸军事去对抗司马越。刘乔此时是豫州刺史，本来他就压住站队了司马颙，积极响应反抗司马越，没想到司马越反而跟真的似的，第一刀砍到了自己头上，下了一纸命令，调刘乔去冀州当刺史，让司马萧来接替自己豫州的位置。刘乔因此更是不爽，一方面我的大本营和家里都在豫州，你一纸调令就让我走，我凭什么走？其次，冀州那个地方以前是司马颖的，现在被幽州的王浚化作势力范围，我如果去了，无非就是给王浚当打手，要么就是被王浚率领鲜卑人给杀了。你说你这做局也太明目张胆了点吧？于是刘乔率先成为反抗司马越的先锋，他率先进攻司马越集团的司马萧，而且捎带手的发表檄文讨伐刘虞、刘琨兄弟俩，说是刘虞、刘琨两兄弟蛊惑了司马萧，是司马萧集团里的骨干分子，应当一并铲除。刘乔一上来的架势很帅，打得司马萧节节败退。9月，司马萧在许昌被击败，刘琨也被迫跑路，他们退过黄河向王浚求救。关中的司马颙见状，感觉司马越集团也不过如此，于是立刻让张方率领10万大军去支援刘乔，试图继续扩大刘乔的胜利果实。但是张方还没到河北，司马萧就得到了王浚的资助，实力大为增长。12月，司马萧从官渡向南渡过黄河，攻克荥阳，斩杀石超。石超就是在河北赵县与鲜卑大战而溃败的那位将领。刘乔随后败逃，司马萧继续追击，又袭击了许昌，在萧县再次打败刘乔，刘乔只能逃奔南阳。随后刘琨更是率领王浚给的800人幽州军队，在谯县击杀了刘乔的儿子刘佑。刘佑兵败战死之后，刘乔兵众亦溃散，最后刘乔只能与500骑兵逃命到平氏。司马越大军得以顺利西进，讨伐关中。刘乔战败之后，司马越大军占据了洛阳。司马颙和张方的支援部队此时还没有开出关中地区，于是原地停止前进，在坝上驻守。司马颙见关东方面声势浩大，于是又有了和谈的打算。司马越方面忌惮于张方的指挥能力，于是表示和谈可以，但张方挟持天子屠戮洛阳，必须先杀了他，才能开启和平大门。色力胆薄的司马颙在心惊胆战和一番纠结之后，把张方杀了，割下头颅送给了司马越，想要以此来换取司马越口中的和平。一代魔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自己人给阴了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听闻张方已死，司马颙和司马越方面都大为震惊。司马颙的关中部队纷纷不战而降，在他们看来，出力最多、功劳最大、脏活烂活都干的张方被杀了，我们还要给司马颙效忠吗？司马越的军队则是长驱直入，没有了指挥官的关中地区，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抵抗。例如刘琨拿着张方的脑袋，一兵未发就拿下了关中的前哨重镇荥阳。很快，司马越集团的军队便进驻了关中，开进长安，迎接回傻皇帝司马衷。司马颙则是在司马越大军到来之前抛妻弃子，抛下部众，只身一人跑到深山老林里。司马越集团迎回了皇帝，就匆匆离开关中，返回了洛阳。此后，司马颙的关中地区又发生了很多故事，比如司马越安排的镇西将军梁柳被当地的马瞻等人做局给袭杀了，比如马瞻迎回来司马颙，又划拉了几个郡的势力，再次对抗司马越。比如司马越派出将领继续讨伐司马颙，司马颙无力抵抗，
只能据守仅存的几个城市，被彻底歼灭只是时间问题。最后，司马越集团的司马模给心存幻想的司马雍去了一封诏书，全城过往的事情一笔勾销，现在朝廷想调你回中央任司徒，快点回来吧。司马雍或许是对这乱世失去了兴趣，当然更是愚蠢的心存幻想。他收到诏书之后，高高兴兴地准备去洛阳上班。然而刚从长安走到河南渑池，司马雍便被朝廷派来的杀手杀死在车架当中，随行的3个儿子也一同被杀。另一方面，司马颖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。当司马越纠集山东、河北大军讨伐司马雍的时候，恰巧河北邺城方面也有一些声音，想要迎回他们的主帅司马颖。于是司马雍做了个顺水人情，象征性的给了司马颖1000兵力，让他回到邺城，用这1000兵和自己的邺城旧部去抵抗司马越集团的司马萧。司马颖回到邺城之后，一看到敌方阵营当中有老冤家王俊，就已经魂飞魄散了。他并没有与北方军队有任何遭遇，选择扔下部队一溜烟又跑回了关中，躲在家中不问世事，试图逃避祸患。等到司马越和司马萧攻入长安，把傻皇帝救出来，司马萧也一并把司马颖给关押起来。司马萧是个颇有文采和学术的王爷，他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，只是下狱看管起来。但是司马萧在壮年突然暴毙而亡，想要在乱世中不杀先帝之子，留下一丝底线的司马萧不在了，其他人恐怕难以坚守这种底线了。司马萧的长史刘虞认为司马颖名声太大，又很年轻，留着恐怕是个祸患，于是假传圣旨赐死司马颖。当一直以来看管自己的看守田辉宣布自己死刑的时候，司马颖表现出一些意外，但也无比平静。他问看守说：“范阳王司马萧去世了吗？”田辉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司马颖又问：“您今年多大了？”田辉回答：“50岁。”司马颖说：“50而知天命，您感觉自己知天命了吗？”田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司马颖没有濒死前的恐慌和挣扎，更没有歇斯底里。他平静地问了田辉最后一个问题，当然这个问题更像是在问他自己。他问道：“我死之后，天下会太平吗？还是会继续动乱呢？”田辉默不作声。最后司马颖鼓起最后一口气，跟自己的人生告别。他说：“我自我放逐，抛弃忠孝节义，彻底成为一个小人，如今已经3年了。关在这地牢里太久，身体发肤已经肮脏不堪，请帮我打一些热水来，我沐浴更衣之后，您就可以动手了。”司马颖的2个孩子嚎啕痛哭，被带出了监视门外。随后司马颖被勒死于监狱，2个孩子亦被勒死。司马颖死的时候时年28岁。从一个普通的皇子王到成为拥兵20余万、实力最强劲、名分最正的皇太帝，再到一文不值、阖家惨死，葬身狱中仅仅用了4年。尽管中原地区的动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，尽管冤案、惨案、血案层出不穷，尽管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看官们都已经对这荒唐的时代感到麻木，但事实上，距离过去那个看起来美好的海内晏然、朝野宁静的贾南风时代，却仅仅只过去了5年。自此，前后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落下帷幕了。骨肉相残、极限内卷的厮杀游戏，在残杀了1个皇后、7个宗室王、数10位三公、几十万军人和不计其数的百姓之后，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句号。暂时的胜出者司马越，仿照着过去16年无数摄政王和权臣的做法，一边控制傻皇帝，一边坐在不敢高声语的太傅的位置，继续大权独揽，杀戮朝臣。结果当然还是人人自危，四处起兵，胡人趁机劫掠，甚至建国，百姓继续在苦难中艰难生存。八王之乱结束，但是帝国却已经山河破碎了。战乱影响地区越来越大，帝国已经不能号令全国。16年以来，除了藩王无休止的互相攻伐，此外还有陕西的氐族齐万年之乱，四川地区的巴氐族李特建立成汉帝国，山西的匈奴刘渊建立汉赵政权。此外，
战乱让全社会全阶层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打击，战火之下，严重的饥荒、疾病让流民越来越多。彻底毁灭西晋的石勒，不就是被卖来卖去而活不下去的奴隶吗？四川的成汉帝国那个所谓的景皇帝李特，本来是西晋的一个小公务员，不就是因战乱活不下去而逃命巴蜀地区，在收纳赈济灾民的过程当中，逐渐成为一方首领吗？按照陈胜吴广到今天2000年以来的习惯，你不给别人活路，别人也不会给你活路。此外，军政分离再度崩溃，刺史再次成了地方实时的一把手。幽州的王浚，河北的司马萧，俨然就是100年前三国时期带兵逐鹿中原的主公。总结的话，16年的八王之乱，参战诸侯王纷纷相继失败被杀，尤其普通百姓被杀害者更是众多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，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，隐伏着的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爆发，五胡乱华的惨剧和西晋灭亡的结局，其重要原因正是八王之乱。八王之乱以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着社会风气的大畸变，造成了秩序的大崩溃。这场大浩劫把所有人推向动乱的深渊，给社会带来深重而长久的灾难。官话说完了，当我们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却惊醒地发现306年八王之乱结束，到下一次更血腥、更沉沦、更没有底线的永嘉之乱，只有5年的时间了，距离西晋灭亡也只有10年的时间了。最后再来个阴暗小故事。司马雍在准备诛杀张方，试图用张方的脑袋换取司马越集团的和平的时候，曾经反复犹豫，下不定决心。后来在一些人的建议之下，司马雍把跟张方关系最好的智府叫到眼前来问话。智府是长安里的大富翁，当初张方初来乍到的时候甚为贫贱，是智府拿到一笔钱资助了张方在长安的活动。后来张方发达了，也没忘记这个天使投资人，给智府安排了军队的职务，在自己手下担任督军。一定程度上来说，这也算苟富贵勿相忘的代表了吧。司马雍先入为主的问智府是：你知道不知道张方要谋反了？可能是为了保命，也可能是真的被人蒙蔽了。智府一口咬定地说：知道，张方确有反心。司马雍又问：派你去，你能杀了他吗？智府简洁地回答：能。于是司马雍便派智府给张方送文件，要求他趁机杀掉张方。当智府带着刀来到张方大营的时候，因为部队里的人都知道张方和智府的关系，两人甚为亲密，因此护卫并没有觉得智府带刀有何不妥，于是就大意地放智府进入营中。智府把文件交给张方看，大帐内光线昏暗，张方看不清，于是拿到火把下面去看文件，仔细地阅读这封由多年老领导亲自撰写的自己好友亲自送来的信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智府手起刀落，砍下了张方的头颅。乱世已经把人变成了鬼，张方的结局令人唏嘘，他吃人杀人，毁灭洛阳，活该惨死于此。但问题是谁塑造了张方这样的魔头呢？是谁扭曲了多年好友智府呢？或许我们还没思考出答案，但是残杀继续上演了。随着张方的脑袋被司马雍送给关东集团，关东集团看到最能打的人已经死了，更是有恃无恐，争先恐后的进军关中。看到此情此景的司马雍又觉得张方本不该死，应该留着做打手，反而甩锅当初杀掉张方的智府，认为是智府导致了今天局面的恶化。于是他又采用了同样的手段，派人诱骗智府，然后砍下了智府的脑袋。拜拜。